暗之弓，追枪。我的剑士有破甲属性，却没能破盾，说明这件道具至少是 D 级。1级玩家拿着 D 级道具，该说不愧是玩家2代吧？D 级防御道具，什么？你防御？什么？玩家2代这边交给我们，你们先救人。好。虽然脚上犯七七，应该能秒杀他们，但七七是我的底牌，不能随便用。当心，不要攻击岛神！老神受到副本限制，不能直接攻击，但想必还没到被打了又无法还手的程度。好险，很有可能我们攻击岛神后，岛神就能反击我们了。队长，啊，王鹏在这里。好，吴彦青，你先带着王鹏，看看能不能带他一起通关。质子，我知道，找到了，先让他们醒来，方便带他们离开。你们效率太慢了，让开！平血的耳环可以在50秒内任意操控血液，而血液能带起的重量和我自身能举起的重量。虽然接近1000公斤的重量，有些激烈，这方法不可行。不，他需要如若试着用剑士攻击玩家2代，分散导师的注意力。好，你负责救人，我们拖延时间。暗之弓，老臣，暗之弓，老臣。终于吸引到注意力了，不能设定出手，否则会被岛神攻击。质子，快用毒。好。剧毒那是什么？过来了。住手！老子也要来个颠背的！小心，手忙脚乱，绝对角度枪。不受控制了，我不行了。喂，坚持住啊！喂，可恶！捡到了！啊！还差最后一个！救我！我还不想死，不想死啊！这样就完全没法攻击到了。先撤退！你是玩家，应该能听懂我们的话吧？堵洞口，保护人，这2件事，你恐怕只有精力做1件。你确定还要纠缠不休吗？他说的没错，你现在只有精力做1件事，而且我们全都解开了副本真相，逼急了，大不了直接通关走人。你留不住我，何必做无用功？你先上去，我有办法脱身。好。如果你刚才彻底发飙，全力阻拦我，即便我有同伴干扰你，想必我转移那些晕倒的人也不会那么顺利。你留手，对吧？让我猜猜原因啊。即便我把他们都送出去了，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把他们再次吞进来，对不对？可惜我会把他们送到房子里去，你想吞也吞不了。当然，这只能解一时之急，岛民不可能永远待在房子里不出来。不过我从刚进入这里就在观察，无论是昏迷的人山，还是玩家2代们活动的区域，无一不是围绕着这根中柱而存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掌握着一件大范围影响型道具，可以干涉城镇的土地，把人吞掉，然后送到这处地下空间来。你是不是毁掉这根立柱，
你就再无法把人吞到这里来了。哼，猜对了，西西，就是现在！在，动手！来玩吧，在这里啊！这就是高级玩家的攻击吗？陈之盾完全防不住啊！想到内脏了，要不是范琪琪飞过来接住我，我会直接掉到海里。他离开立柱了。好强的水压，还好我陈之盾能抵消一些压力。这不对劲儿啊！难道是道神的高级道具？若是换成人类玩家，脑袋被这么来一下，铁定当场毙命。七七面对大型怪物，威力还是太差了。也会是射程有效的攻击，这脑洞没能伤害到岛神大脑的中心位置，起不到致命作用。范萧，大怪物好经玩啊，好有趣。我想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撕开它。攻击机会只有一次，岛神现在意识到了危险，绝不会再让我靠近。去！血液无法融进岛神的血管中，看来地级道具确实无法伤害高级玩家。既然杀不了岛神，那就恶心一下他。范琪琪是概念攻击能力，那概念上破坏道具应该也能成吧？终于被看出裂纹了，再来！你们在干什么？快住手！好硬啊！砍这么久才坏，不好玩。七七，召唤时间还是20秒，差不多了。想逃！想逃！老师发动了，快走！范萧到底对岛神做了什么？心总弄得那个怪物那么愤怒，导致整座城镇都在震动。是范萧，他终于出来了。如果岛神追出来了，提前通关副本离开；没出来的话，我就继续待在这里，直等到第3天结束。哎，怎么下雨了？那是什么？好恐怖的范围！哇，雨变大了，快回屋子！以岛神之前的自愈能力来看，现在他应该早已恢复，却没有追出来。看来那家伙没办法追出地面杀人。七七，你去休息吧。知道啦。你做了什么？怎么这么大动静啊？想试试能不能干掉岛神，结果如你们所见。你不是1级玩家吗？到底哪来的自信啊？范萧，你受伤了，好像伤到了内脏。来，我帮你治疗一下。谢了，感觉好多了。那太好了。哦，对了，副本期间岛神好像不能离开地下空间。我明明激怒了他，又破坏了他珍惜的道具，他竟然都没追出地面来杀我。什么？总之，这个副本应该没危险了，只剩下一些怪物，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借不借宿都无所谓了。理论上是这样。那个，怎么了？啊？有没有可能是这岛神故意迷惑我们呢？我们一违背规则，他就可以出来攻击我们了。是有这种可能，所以规则还是老老实实遵守吧。若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就立刻通关副本离开，不要贪恋获得高评价。是，吴谦和王鹏已经通关回去了。范萧，这次多谢了，要不是你，随机副本不会这么顺利。我们现在就去海边。不，第3天再去吧。虽然这个副本没危险了，但我们还是保险一点吧。没问题，我也推荐等副本完全关闭了再走。那个时候啊，副本和外面的世界就会重新连通，更容易送人出去。话说，我从地底救出的岛民怎么样了？放心，他们很安全。喏，他们都在这里。
哦，他们都在这里。如果你方便的话，这群人能带上的就都带上吧，不用考虑后续安顿问题，带出去就行。后续安顿问题我来处理。当然可以啊，不过被你送回来的岛民并不都是好人。经过审问，其中很多岛民都承认使用过熏香害人，只不过没成功才被岛神抓走的。在这座岛上，哪还分什么好人和坏人？真正坏的只有岛神。至于他们，不过是一群没得选择的可怜虫罢了。放心吧，看不惯这种事的可不止你一个人啊！做这种事能恶心到岛神，我求之不得呢。哎，说到恶心岛神，我们去把岛上的怪物全部干掉如何？算我一个。我也去，我也去。那就一起吧，赶在天黑前回来就好。不过我自己还有点事情要办，你们稍等我一会儿。玩家海报请注意，第一级道具上位者的面具和敌级道具无尘之盾具备共融性，可消耗1万游戏币将2件道具融合为1件道具。融合道具？是否融合？没想到干掉1级玩家能收获D级道具，玩家2代还真是富有啊！第一级道具上位者的面具，系统说明加在中。传闻卡尔城有位老板，有一张不怒自威的脸。与他对视后的打工人，不仅升职加薪的念头瞬间灰飞烟灭，连摸鱼的勇气都荡然无存。因为这压力不只是心理上的，还有物理上的。佩戴面具者以自身为中心，制造半径10米的射出力场，靠近面具越近，感受到的重力就越强。不知道这2件D级能合成什么新东西？融合完成，无尘之盾。新增效果，可在半径5米范围内灵活操控斥力。无尘之盾效果强化斥力强度，增加了50%。范围内操控，也就是说，脚底板喷气就能原地升天，后背推一把就能自由飞翔。完美！嘿，大家，我回来了。怎么样？这出场方式够不够拉风？所以你特意飞一圈回来，是为了显摆这个？可是范大哥，你会飞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No no no， 此非非彼非也。您老下次起飞前能不能看看场合啊？您这人形自走开饭铃一响，方圆10里的怪物都以为开席了。全员警戒，听着动静，数量可不少。收到。还有5分钟副本就结束了，届时岛神没了出手限制，难保不会追杀过来。你确定你真有办法拦下狂怒的岛神？答案我早就展露过了，这就是我的底牌。车票？哦，原来是这样。一旦副本结束，就可以用车票再次开启副本，这样岛神就又会被副本规则限制住。所以按约定，该你出手了。没问题。1级副本祭祀岛正式结束。我们先走了。玩家兔子副本评价 C， 回见。玩家海豹副本评价 A， 一路顺风。1级道具自视夜以龟甲立场。难怪杜若之前不愿透露道具具体名称，乌龟壳什么的，确实有损形象。姐姐啊，姐姐再见，我会想你们的。再见，小叶。玩家东方智子副本评价 C， 玩家人偶副本评价 D。范大哥，回见啦。回见。老神，副本开启。副本祭祀塔开启。老神，副本开启。副本祭祀塔开启。小岛恢复平静了，还是范萧那小子有办法。太好了，这是在做梦吗？小叶，我们自由了。哎，自由。
爸爸，我们自由了。看来把岛民全部带走，着实把这个怪物气得不轻。可惜啊，你现在拿我毫无办法。可悲的是，就算带走了这批岛民，迟早还有新的倒霉蛋被忽悠进来，开始下一轮循环。或者说，这个该死的副本本身。我确实没法干涉副本，但怎么干掉岛神，我还真有点思路。当人力不足时，超能力就是贯穿阻碍的利刃。在被卷入随机副本前，我攒下了差不多8天的运气。仅仅8天的运气，恐怕是制造不出岛神死亡这种因果了。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必须找一个突破点，找一件最合适的事来许愿。已累积幸运值1200点。祭祀岛这个副本会随机卷人，这意味着确定。希望这次副本能随机空投几个秩序阵营的高级玩家进来。8天的运气，能不能出街？听天由命吧。希望这一次我能足够幸运。8天的运气，能不能出街？听天由命吧。唉，7个了，7个了，全是车票玩家。脸黑如我，许愿果然又沉船了吗？唉，算了算了，非洲人认命，世上不平事多了去了，我还都能管得过来。咸鱼要有咸鱼的觉悟。祭祀岛副本已开启。提示： 1. 天黑前必须选好借宿人家。2. 每位岛民家里最多只能入住3位客人。3. 不得攻击岛民，违反规则会受到岛神严厉惩罚。副本任务：存活3天。规则没变，但我已经知晓了真相，相当于是带着真相进副本。估计无法再使用解密的通关条件了，那么只能待满3天通关。但城镇里已经没有岛民，我该找谁借宿呢？既然规则这样写了，那么只能住空房了。我的第6感不会错的，这个小女孩极度危险。糟了，被锁定了。还好还好，她好像不是很在意我。现在应该马上跑。这距离应该安全了吧？警告！警告！警告！啊，怎么了？这感觉比刚才还糟，要出大事了。祭祀岛副本空间正在崩溃，所有玩家默认完成副本任务，强制转移开启。怎么回事？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情况？不好！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情况？不好！到底怎么回事？祭祀岛炸了！离爆炸中心太近了，到现在都还在耳鸣，得尽快恢复一下。他们是之前进入祭祀岛的车票玩家，你们也是因为副本受到重伤的吗？是啊，你也是吗？我们刚接到副本任务，就通关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鬼知道啊，这不是浪费我的车票吗？成功混入了，也不算浪费吧，可以往好的方面想。这次啊，我们非常轻松的通关了，白捡了一回奖励。1级评价给的奖励有个什么用啊？就给1张车票、1瓶净化药剂、1点游戏币，那也太少了吧？那个小女孩似乎不在，希望不要出什么意外吧。玩家海报间接促成了祭祀岛副本的毁灭，此次副本评价1级。净化游戏竟然还能检测到使用超能力造成的间接影响，按理说副本毁灭算是损毁游戏的财产了，不应该还能提升副本评价。除非净化游戏更偏向手续的一方，本身也很排斥祭祀岛这类的歪门邪道，
以后遇到类似的副本，可以试着去破坏一下，说不定一直没刷出过的 S 级评价就会出现了。啊，你状态看起来没那么差呀。没有，我就是太吃惊了。还好这次评价提升到 B 了，按照这个趋势，再来一次 A， 我应该就能升级到 D 级玩家了。对了，3B 转移出来之前，我刚好在城镇外看到啊，看到什么了？看到副本整个炸了！什么？炸了？副本怎么会炸？你在开玩笑吧？别问我，我也想知道原因啊！车来了！唉，算了，总之先上车吧。那个小女孩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在车站，想必是没有要过来的意思，应该算是安全了。已经连续4天没睡觉了，中间又召唤了2次范七七，精神上已经相当疲乏，急需休息来恢复一些精力了。可惜不能真睡着，坐过站不说，列车上也不是绝对安全的。七七已经是个成熟的工具天使了，要是能主动帮我预警，遇到危险了自己跳出来保护我就更好了。各位玩家请注意，列车插播一条悬赏。又是针对超级玩家的悬赏广播，这么久了还在播，估计是一直没抓到人吧。超级玩家是 S 级玩家吗？超级玩家确实是 S 级玩家，但 S 级玩家并不等同于超级玩家。S 级玩家只有满足了3个条件后，才会被游戏认可为超级玩家。条件分别是：进化率达到100%，拥有 S 级道具，拥有 S 级副本。3种条件。拥有 S 级道具，我做个 E 级副本就能得到 E 级道具。S 级玩家拥有 S 级道具，这应该很简单吧？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只是听说 S 级道具很难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基本上所有高级玩家都在争抢。没想到还能意外得知 S 级玩家和 S 级道具的情报，还是有点收获的。并不是每一位刺客都值得我亲自找过来。希望你有这个价值。是他是怎么进来的？杀戮天使！哇，范潇，她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她。你的精神刚才波动了一下，是在使用天赋吗？不过无所谓，去。受不了了，下手为强。七七，动手！七七，动手！终于可以出手了。失败了，我没法摄影进他体内。既然如此，那你再试试我这一招。居然能伤到我，你好像很有趣。动不了了，那我就实体化解除，再度实体化。范潇，他好强啊，我好像打不过他，要不我们逃吧？范潇，你什么时候吃那么重啊？糟了！敬畏生命者才能审判生命，这就是我等的生命法庭。生命法庭？恭喜你合格了。能动了。等等，他的意思是，他是来自生命法庭的。还好，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对方对我应该没有敌意。既然不是敌人，就没必要结仇。七七，你先别急。是灭国。根据广播的信息，与生命法庭有关，且不久前来到了G08节点的高级玩家，就只有灭国。而刚好眼前这位少女，实力强得不像话。很明显是高级玩家，你是灭国？我不喜欢这个称呼。你的天赋很厉害，通过考核想必没什么问题。我允许你提前叫我一声老师。你也是刺客职业？真的能有刺客直接把整个副本给弄炸的吗？而且还是蘑菇云啊！怎么，我是刺客让你觉得很奇怪？每位刺客玩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不要局限在定式思维里。你找我的目的是为了替组织招揽成员？这确实是目的之一，另一个目的
我想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被卷入了1级副本。正常来说，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很小。估计是刚好倒霉了吧。那就当是这样吧。有疑惑了，就去这个副本看看。你得到了徽章认可，具备了加入我们的资格，当然只是资格而已。想要成为正式成员，你还得完成一道刺杀考验。刺杀考验？等你成为D级玩家后，就来001区的罗曼城找我。花卉。时间到了，我先走了。这次一点也不好玩。被一个可怕的家伙盯上了。总算回来了。特事局应该能通过眼线知道，就不报告了。先在车里补个觉吧。生命法庭这种等级的玩家组织，怎么想都不会求着我一个1级玩家来加入。灭国，但少女离开时是近似命令的让我去曼罗城找她，或许是看见七七后对我产生了重视吧。能看见范七七的玩家，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而且还能无视时空列车的规则，甚至列车上的守卫都没有反应，难不成是怂了？灭国似乎是看出了我有些异常本事，那是不是说我能在这张车票对应的副本里找到一些疑惑的答案？算了，既然抵抗不了，那就躺下享受。等成为D级玩家就去看看吧，至于现在，先睡大觉。喂，有事吗？来这。接通了。你打电话难道不指望人接？不是，姐姐说你通关需要3天，但副本和我们这里在时间流速上有差异。我在想你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就打电话确认一下。没想到一下就拨通了。我现在跟姐姐还在安城，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还得接受你的雇佣。发个定位给我，我来找你们。这次进入副本后，现实时间过了3天，果然每次流速都不一样。祭祀岛副本奖励发送中，趁这个时间整理一下道具吧。玩家本身持有的车票越多，完成副本后给的车票就越少。虽然我已经有很多1级车票了，而且一旦升到D级就作废，但多来点也好啊，万一特事局能回收呢？第一瓶从27%升到29%，第二瓶还是29%，恐怕1级净化药剂的上限就是这儿了。再往上得用D级药剂，还是看看新道具吧。 1级道具牛顿的苹果，详细信息如下。牛顿的苹果，下一个。 1级道具初庸刻印，详细信息如下。血液相关的D级道具。 D级道具初庸刻印和D级道具平行的耳环，具备共融性，可花费1万游戏币将2件道具融合为1件道具，是否融合？真是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啊！嘿，当然要融合。融合完成，恭喜您获得新道具 D 级道具血族。居然2者效果都保留，看来这2件道具的共融性很高啊，而且还保留了被动效果的能力，跟解毒大师一样，只要喊一次就行。要是所有道具都这样就好了，要喊道具名不光羞耻，还容易错失先机。这个苹果，算了，先留着吧，增加灵感，万一有用呢？舒服了。现在可以说说你后来把岛神怎么样了吗？你好像很笃定我会搞事啊。不然呢？虽然确实搞了，结果就是岛神已经被彻底消灭了，祭祀岛那个地方以后也不会再有人过去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连移民问题都被解决了？太厉害了！怎么做到的？这是秘密哦。啊，对了，特事局的人后面没有找你们吗？出副本后，吴延青上报了情况，特事局来了一队人，我们被一同带去蓝城分部做了一些记录。后来吴延青邀请我们加入特事局，
姐姐以先考虑考虑为由推脱了。那个范潇，你觉得我们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范潇，你觉得我们是加入好还是不加入好？有好有坏吧。啊？怎么说呢？加入特使局，好处就是资源丰厚，情报充足，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甚至家人也能得到特使局的庇护，在现实世界生活得更安稳，比当孤狼玩家要好得多。坏处就是危险系数很高，发生了事件得顶上去，就跟这次随机副本一样，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非要我给出个建议的话，我自然是建议你们加入。毕竟有些时候，我们也不能光从利益角度出发，也要考虑一下信仰，或者说信念。什么信仰信念？你说了跟没说一样。那范晓你呢？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加入？我现在可算是半个特使局的人，你们难道没发现我一直在和他们合作吗？而且这样挺好的，我自由惯了。说到特使局，杜若回来了没？不知道哎，我们离开特使局分部后就没和吴延清联系了。那我打个电话问问。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exist. 看来还没回来，估计还得等一段时间。毕竟带人出去容易，但安顿人可不容易。那范潇，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啊？就是你在副本里说过的要雇佣我的事情。你们急不急去做副本任务啊？不急，刚从祭祀岛出来，先缓一缓。那就等3天。3天时间应该足够验证陆白芝的运气对我是否有作用了。3天时间应该足够验证陆白芝的运气对我是否有作用了。现在就开启载运能力试试看吧。至于后续，等放松完升到D级玩家再考虑。狮子你不做后座吗？范潇在雇佣我帮忙，我觉得坐近一些可能比较好。狮子该不会在想什么有的没的吧？但是看他表情不像啊。算了算了，相信之子。我们先去吃午饭吧，火锅怎么样？吃火锅？大中午吃火锅，出来后一身都是火锅味儿。你的衣服是道具，又不会脏，怕什么？白质的话，一会儿吃完饭，顺便去买点新衣服吧，再去我家洗个澡就没味道了。而且我的主要目的不是吃饭，是实验。我得验证有陆白芝跟着时，我还会不会倒霉。比如吃火锅突然呛着了，辣到嗓子眼儿，或者夹菜的时候溅到衣服上之类的。你可真够拼的。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没有突然降临的副本，也没有被辣子呛到的小事发生。都创造出这种倒霉条件了，开着超能力时却没遇到倒霉事，真不容易啊！当然，仅仅1次成功还无法完全证明我的猜测，还需要多测试几次。即便测试成功了，还存在一个极限的问题。陆白芝的运气让他开出了 C 级天赋，说明他的运气是有上限的。他究竟能保护我多少天不受霉运困扰呢？不过极限测试不着急，可以推迟到我成为D级玩家之后。先好好疯玩一阵，缓解我们在副本里累积的疲劳和压力吧。哇，真是没看出来，你做饭竟然这么好吃。姐姐也这么觉得吗？范潇，你以后的女朋友肯定有口福了。那我就谢谢你们的夸奖了。要是我能天天吃到就好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范潇你好厉害，好像所有的事情你都会做一样。行了，别解释了，你这种解释只会越抹越黑。哎，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去副本？明天早上吧，毕竟不知道要在副本里待几天，养足精神后一早出发最好。现在是下午1点半，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实验已经做完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找个地方好好玩一下，放松一下。不是为了实验故意去体验极限项目，
而是真正的玩。没想到范萧你连开船都会，这有什么？小时候我爸在某个岛上教我的。臭屁！能说说你是怎么发现你的运气是能控制的吗？你还惦记着这件事呢？我就是个普通人，只是爱研究一些稀奇古怪的课题罢了。运气是其中之一，没你想的那么神秘。白智可比我要神秘多了。啊，没有啦，我也不是从小就这样的。哦，你的运气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的，我以前跟大家一样，运气很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有点倒霉。比如小时候和姐姐玩猜拳，老是输。又比如买干脆面收集卡片，姐姐400包左右就集齐了，我差不多要1000包。还有，白芝小时候有点胖，经常被班里的男生骂她是胖妞，欺负她。啊，姐姐！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好运的？应该是在9年前，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被什么人欺负过了，运气也变得比姐姐好了。9年前，我念一念下楼梯撞到了脑子，回想起了关于姐姐的模糊记忆。陆白芝和我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又都跟运气相关，会有什么关系吗？那我能看看你小时候的照片吗？虽然之前就检索过记忆，没有发现陆白芝以前和我认识的情况，不过现在得到了新的情报，也许得重新审视一下了。这个一定要看吗？我手机里没留照片，相册都在家里。要不以后再说吧。没关系，我手机里有老照片。啊，姐姐，你可真够主动的，我都说我没什么秘密分享给你了。看个照片而已，哪有那么多算计啊？哼，确实是个小胖妞啊。那个，请不要笑话我。怎么会啊？挺可爱的。那些欺负过陆白芝的小男孩，看到他现在的模样，估计肠子都要悔青了吧。不管是现在的样子还是小时候的样子，都在记忆中搜寻不到。难道真的没有关联吗？哦，对了，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来过安城？来安城？我们就是安城人，只不过家里生意做大之后，和亲戚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就搬到海城去了。你们也是安城的？是啊，我和姐姐都是在这边读的小学，只不过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对这里已经不熟悉了。以前住的房子也卖出去了。怎么样，想到什么了没？太巧合了，都是安城的，人生都在9年前有所转折，都跟运气这个概念有关。什么也没有，我就是好奇问问，只可惜情报太少，没法分析出什么，以后再说。杜组长，你交上来的资料我已看过了，不过其他人还不知道具体情况。你先挑重要的点给大家讲一讲吧。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追捕养殖组织的过程中，具体情况就是这样。此次被卷进随机副本后安全回来，甚至救助了一些人，还要多亏范萧的帮忙，或者说他起到了主要作用。你说的这位范萧是1级玩家对吧？你确定1级玩家能有这么厉害？杜若，你在我们组长中都是比较强的玩家了，你甚至还是比我们大多数人进入游戏晚的。好，连你这家伙都自愧不如的人，真的是一位1级玩家？你是想拉拢他吗？是的，李局。不过我问过他了，他暂时没有加入特事局的想法，只是说会和我们保持合作。我暂时还想不到能打动他的条件。道具、药剂这些他都不要，这未免也……我们特事局虽然道具多，药剂也多，但大多都是1级的。而范萧跟我一起经历过的副本，最终评价都是 A， 再加上他自己经历的其他副本，手上D级道具估计好几件了，根本不缺资源。什么？1级玩家通过副本，获得好几件D级道具？这难道是天生的玩家？我们有这么多的同胞，诞生出一些天才不足为奇。其实关于怎么拉拢他，我倒是有个主意，这也是我这次聚集你们开会的原因。加上这一次的祭祀岛，随机副本已经出现过7次，
频率随着进化游戏的不断加剧呈现上升趋势，已经牵连超过100位民众伤亡。之后的伤亡数量肯定会持续增加，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了。还好，随机副本并不是没有办法避免。安全区，我们要效仿其他世界分区的做法，建立属于我们的安全区。根据总局那边的情报，建立安全区需要幻想物质这种特殊材料，这种材料目前只在001世界分区获得，但001世界分区只有D级玩家才能前往，所以获取幻想物质这项工作需要由你们来完成。幻想物质具体是什么？很遗憾，暂时不清楚。只知道有这种材料作为辅材建造出的安全区，才能从空间层面隔绝随机副本卷人，从而保护大家。不过你们放心，现在特使局已经初成规模，情报收集工作在稳步进行。获取更详细的情报后，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特使局持有的001分区的D级副本车票，你们都可以申请分配。大家都加把劲儿吧！只要打造出了安全区，我们就不会再受到随机副本的威胁。特使局成员的家人享有第一批入住安全区的名额。李局，你是说我能用安全区的名额去拉拢范潇吗？不，拉拢不是靠交易。陆组长，你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拉拢靠的是持续的善意，既然他愿意和我们合作，说明他心里有国家，有时候缺的只是个契机而已。你调查下这位范潇同志的家人情报，根据具体人数给我上交一份申请上来，这算是特使局给予他此次帮忙的奖励。没问题，是我欠缺考虑了。李文栋妇女我已经安顿好了。啊，谢了。花了多少？3万游戏币。3万？你没趁机虚报吧？这都值3件1级道具了。你就是这么看我的？我可是把他们安顿到了安全区啊！安全区并非只是个名字，建造它的辅材里有幻想物质这种特殊材料，故而安全区可以隔绝随机副本卷人。我这么一说，你应该理解筑建安全区的名额的价值了吧？好吧，我之后转给你。不过，幻想物质是什么？哼，果然好奇了。这个我也不清楚，目前只知道个名字，以及在001区有获取途径。你那边若是有什么情报了，可以提供给特使局，我们会视情报的价值给予一定的报酬。001区吗？我记下了，先说到这里吧。001区我迟早会去的，灭国还在等我呢，或许还能从他那里打听打听。等等，先别挂，我也有重要的事。你这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特使局决定给予你特殊奖励。国家目前在筹备建立安全区的计划，一旦建成，你的家人将享有第一批入住资格。怎么样，这个奖励到位吧？啊，谢了，恩情我记下了。这下加入特使局的优势又多了一个，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安全区还没建成呢，现在讨论这件事还为时过早。我打算等成为D级玩家之后，再考虑加入特使局的问题。我和姐姐一样。也好，那就成为D级玩家后再说吧。走吧，我们在外面吃顿饭，然后休息一晚，养足精力，明早进赴。是杜若还有什么事吗？是妈呀，妈。范潇，我今天打电话到你公司去了，他们说你早就辞职了，怎么回事啊？唉，甲方太难伺候，就辞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啊？是不是嫌妈管你太多了，还是嫌妈照顾弟弟妹妹没有关心你啊？没有，这不是怕你担心吗？我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过去。你都辞职了，还忙什么呀？既然你闲着，就过来待段时间吧。我们很久没有见过面了，你妹妹小玉啊，也成天闹着要见你。妈，我真没空，忙着和女朋友玩，现在正在约会。女朋友？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你不信我发张照片给你看。那你发过来吧，
正好我帮你看看合不合适啊。啥？好，您稍等，我就客气一下。老妈怎么还当真了？这下怎么办啊？那帮个忙？演女朋友？一起拍张照就行，当个挡箭牌。那个，还是我来演吧。姐姐她不喜欢男生触碰自己。我确实不喜欢男生触碰，但从来没有排斥犯笑。难不成白痴他？白痴，我来就可以了。还是我来吧。姐姐你的表情太冷淡了，估计不怎么讨阿姨喜欢。白痴，一下就试出来了。那麻烦你拍张照了。好吧。真麻烦你们俩了。那你可得多请几段。姐姐。没问题了。总算应付过去了。下次我妈再打电话问，就发和陆熙宁的合照，说前一个因为不合适已经分了，这个正在花时间追，如此又能拖一段时间，简直完美。好了，出门吃饭。总觉得那家伙在谋划什么。吃饱后进副本吧。好。又是新义回廊站004分区，我不喜欢那里。那里是高级玩家的天堂，低级玩家和普通人的地狱。除了有实力又想为所欲为的人以外，没谁会喜欢那里。如果这次顺利成为地级玩家了，我可能会去004分区看看。你这算不算是立 flag？ 嗨，我立的 flag 多了去了。各位玩家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抵达兴义回廊站，请要下车的玩家提前做好准备。各位玩家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抵达兴义回廊站，请要下车的玩家提前做好准备。好多人啊！一般副本都是那么多玩家吗？这次参加副本的玩家数量这么多，这么多人应该没法集体行动了。和陆家姐妹组队行动应该没什么问题。疯狂动物园副本已开启。背景介绍：陈院长是位善良的动保协会成员，哪怕是面对会让人产生强烈不适的奇形怪状的动物，他也会一视同仁。为了给这些动物们一个温暖的家，陈院长推翻了此地的旧设施，建造了这座动物园。他细心地照料着所有动物们，和他们玩着互动游戏，10年如一日，不曾有丝毫懈怠。动物园也变得越发出名，慢慢吸引了来自各个地方的游客。副本任务已发放，提示如下。副本名字好像跟动物园名字不一样啊，不是新义城动物园吗？确实，虽然没规定必须一致，但白芝注意到的地方可以重视一下。另外，你们发现没有？游戏提示里说夜晚不能外出，又说集齐10枚徽章后可以外出，而集齐10枚徽章就可以直接通关副本离开的，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所以我推测，集齐10枚徽章很可能是完成第2个副本任务的前置条件。没错，以此来推理，这座动物园的一些秘密可能要在晚上才会呈现出来，白天恐怕找不到什么有用线索。不过还是先进去看看再说，光凭几条游戏提示推理，很容易因为信息不完整而出错。看起来和地球的普通动物园差不多，白天果然看不出什么吗？投喂用的食物请在此处购买，上好的饲料只需要1000游戏币一袋。1000？老头，你抢钱呢？投喂用的食物只有我这里有，其他食物动物们都不会吃的，你们爱买不买。不过我可得提醒你们，好朋友徽章只能从动物那里获得，而想要动物把徽章给你，你必须得先完成一次投喂，让他们舒服了才行。1000游戏币对1级玩家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而且这人也不一定就是陈园长，专门骗人的也说不准。你就是陈园长吧？没错。这个动物园内有多少动物？万一数量有限，我们这么多玩家，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凑齐10枚徽章？这是你们自己的事，跟我没关系。我只提醒你们一句，
每只动物每天上线送出3枚好朋友徽章，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你们自己了。或者，你们可以抢夺别人的徽章。什么？这抢别人的？陈园长的意思是，副本限制对他和动物出手，却没限制玩家私斗。抢夺他人徽章是不违规的吗？这么一来，很多玩家都会倾向不劳而获。一是不用花钱，二是本来游戏就有吃人玩家存在和继承道具的机制。我们怎么知道你说没说真话？万一你骗我们的钱咋办？对啊，我们凭什么相信你？是啊，是不是真话，你们可以自己去验证。我还是那句话，爱买不买。哼，老头儿，副本规则只禁止攻击，可没说不能抢你的东西。食物都在屋子里，你可以来抢一个试试。副本规则确实没禁止抢东西，只要注意别误伤到陈园长就好。我们要不要抢？抢就算了，你没钱我先帮你垫上吧。目前来看，动物园的陈园长和动物两方谁是副本 BOSS 还不好说，现在得罪他没好处。是啊，既然可以交流，最好还是先打好关系，这样说不定会收获意想不到的好处。臭老头儿！赶紧给老子滚出来！赶紧给老子滚出来！居然毫发无伤，难道那木门？还是说房子是道具？要买的就来买，不买的就离开。怎么办？再看看。给我来2袋。我要1袋。哎，陈园长，你说任务需要完成孩童的心愿，那这个动物园里有没有孩童啊？这里只做食物生意，不做情报生意。哎，买了就让开，别挡着别人买。那个，我游戏币不够1000，可不可以先赊账啊？游戏币不够，或者没有游戏币的，就用苦力来换食物。给我打1天工，帮我把动物们的粪便全部清理完，再把动物园里里外外打扫干净，我就给你1袋食物。有人盯上我们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暂时先别管他们了。我们先去动物们那边吧。每只动物每天只会送出3枚徽章，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可不能被其他人抢先了。3枚徽章，你们说会不会早中晚各送1枚？如果是这样，3餐跟我们人类一样的习惯，说不定这些动物原本都是人类。是人类也不足为奇，说不定都是进化失败的进化者。别忘了副本的背景介绍里提到过，陈园长养的是一群奇形怪状的动物。那这座动物园确实够疯狂的。万有引力！万有引力！终于舍得出手了。回城！动手！剑头雨，人体自然。手忙脚乱。身体燃烧起来了！无尘之盾！什么？还有后招！可恶，看不清他们在哪儿了。找到了，就是这个方向。制毒大师，锁定！老大，怎么回事？智子，把围城收起来。好，围城上吧！金属人偶，金属人偶！居然毫发无损的干掉了老大！我可不想随便死在这里！快跑！记住他们的相貌就好，省点力气吧。可是，别忘了，玩家之间是可以互相抢夺徽章的。这就是你不出手的理由吗？怪不得你都没出手，确实值得放长线。自己赚钱跟抢钱，当然是抢钱来得快吧。而且是他们先不长眼对我们出手的，只是抢他们的徽章已经很仁慈了。好像说的没什么不对。人头狗
3不沾，4不像，5杂6畜兽。这都是些什么动物啊？范晓可能猜对了，这些动物说不定真是进化失败的进化者，身体里混了多种基因，和这些名字很贴切。进化失败的进化者不是会失去理智吗？可副本背景介绍里有提到陈园长经常和这些动物玩互动游戏，失去理智的怪物应该只想吃人吧？怎么还会跟人玩游戏啊？不清楚，可能有例外。也许并不是所有失败进化者都会失去理智，比如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大海怪。光靠猜没用，去看看就知道了。你随便选一个吧。那我们先去4不像吧。行，我们走。没想到星翼城动物园的面积并不小啊。通过阶梯翻越了一座小山，又走了差不多5分钟路程后，才到达目的地。这是什么呀？世界上哪有这么奇葩的动物？绝对是失败进化者没跑了。你们注意一下，离我的距离不要超过5米，我能保护你们。啊？这里有提示立牌。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让我们跟这只猩猩玩游戏吗？估计是吧，先进去看看。太好了，又有人来陪我玩游戏了。这个东西竟然说人话了，这星球崛起！它竟然还会说话！这个怪物怎么想都不会是高级玩家吧？总不可能有玩家愿意被圈养在动物园里吧？还是有理智的怪物，可应该得是岛神那样被游戏认可的高级玩家才能保持理智吧？你们怎么不靠近了？还玩不玩游戏啊？停一下，我们带来了你的食物。呀，熏肉干儿，熏肉干儿！呵呵，小朋友，我们给你熏肉干，你把好朋友徽章给我们，好不好？那我给了你们徽章，你们还会和我玩游戏吗？当然会啦，哥哥和姐姐们最喜欢玩游戏了，你看怎么样？这样啊，但是我拒绝，你们都是笨蛋！笨蛋！外来的家伙真好骗啊！所以想要得到徽章，必须先和你玩游戏。是啊，等你们赢了我，再给我喂完熏肉，我就把徽章给你们。那要是我们输了呢？输了你们也要给我喂熏肉，但我不会给你们徽章。赢了我们，你就别想吃熏肉了，我把它丢掉也不会给你的。不给就不给。陈叔叔说了，有的是人带着熏肉过来，抢着和我们玩游戏。你们要是不给我熏肉，下次我就不陪你们玩了。这狗日的陈园长真会做生意，不光垄断销售，游戏输了居然还要喂食物，反复割韭菜啊！这是。怪不得这座动物园这么干净，估计是很多玩家被反复坑钱和食物，最后只能打工换取一袋同类食物。这也侧面反映出，想赢下互动游戏恐怕并不容易。你要玩什么游戏啊？猜拳扇耳光，我们先猜拳，赢的人扇输的人耳光，谁能连续打对方5个耳光，谁就赢。这规则明说了黑猩猩可以用力打人，但玩家却不能攻击他，真是毫无公平可言啊！另外，我只和你们玩1个小时，1个小时后没分出输赢，那就是你们输，输了也要喂我熏肉吃。这不公平！你们是大人，当然要让着我吧。好，我来和你玩。智子，有把握吗？猜拳的话，没问题。决定好了吗？我肚子好饿哦。决定好了。放心，输了也没关系，我帮你挡着。规则没说不能用道具，用无尘之盾挡住冲击力还是没问题的。我们开始吧。小姐姐，我得提醒你一句，猜拳输了的人一定要挨打哦。
不挨打就跑掉，我下次不和你们玩喽。来吧，石头、剪刀、石头、剪刀。不好意思，你输喽。好，愿赌服输。哼，第一把而已，是我让你的，再来。嘿，再来。再来，我不信，再来！但你已经输5次了，我们的游戏结束了。为什么不让我啊？你们大人好过分，好过分！你这大怪物才过分吧？反差感太大了，有点恶心。那乖，把东西吃了再哭吧。第一枚徽章搞定，我们再来一局吧。好，这回我肯定会赢你。石头剪刀，石头剪刀。为什么赢不了啊？这个副本好简单，姐姐，饭香，给。谢谢。我觉得第2个副本任务完成孩子们的心愿，可能与这些动物有关。那只动物的嗓音听着跟儿童一样，会不会其他动物也是这样呢？他们会不会就是所谓的孩子们？我也觉得很有可能跟孩子沾边。目前只有黑猩猩是儿童嗓音了，但要是其他动物也这样，那孩子8成指的就是他们。就是不知道这些动物的心愿是什么。黑猩猩很喜欢玩游戏，如果其他动物也和他一样，估计孩子们的心愿就是和人玩游戏吧。或许我们陪这座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都玩一遍游戏，任务条件就能达成了。都玩一遍吗？目前看来，不仅动物有问题，我看陈园长8成也有问题。啊？说不定他表面是动物园园长，背地里却是个科学怪人，喜欢搞人和动物的融合研究。这里的动物，搞不好都是他的杰作。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副本的背景介绍里提到过，陈园长推翻了旧设施，建造新动物园。这里的旧设施指什么？会不会有猫腻？这有可能是游戏给我们的情报暗示。姐姐觉得会是什么？可能是一座大型孤儿院吧。陈园长拿孤儿院里的孩子做实验，搞出现在这些会说话的怪物。这种套路在小说里很常见的。范大哥，这件事你怎么看？你们推测的有一定道理，但是动物等于孩子这个推测有点过于想当然，也有点过于简单了。这里只是个1级副本，本身难度就是有限的，而且需要和所有动物玩一遍游戏，也许是猜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副本考验。我们之前不是还猜测动物园的秘密只会在晚上显露吗？这还没到晚上呢。先别着急下结论，一边收集徽章，一边收集情报吧。那我们先去其他动物那里确认一下吧。这上面的动物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要验证我们的猜想可就麻烦了。那也说明不用担心徽章不够了。怎么样，智子？这次我们去哪儿？这一次我们去六畜兽。就是这里了。好高大的门啊！你输了！你大人都好弱啊！快给我熏肉干！快把熏肉干给我啊！我给你个头！你居然骂人！好不要脸的大人！你们给我滚！我这里不欢迎你们！怎么办？就这么离开吗？我们回去，动手干掉他，把徽章全抢过来！啊？你确定？规则不是不允许吗？狗屁规则，就是唬人用的！
之前我去的那个副本就是规则很严酷，但有人违背后却屁事没有。副本就是在赌你不敢出手。啊！好，那就一起上，恭喜发财！我没事。什么情况？救我！救救我！好疼啊！好阴险的大人！我再也不要和你们玩了！好兄弟，救救我！好，我没药气。好，你等着。是怪我，不你来你也会这么做的。他是你的同伴吧？你为什么？哼，临时搭伙罢了。这里就让给你们了。算了，动物在前，没必要追他消耗精力。难道是因为他违背了副本规则，攻击了动物？攻击的伤害反过来降临到自己身上？看起来确实是这样。这究竟是道具效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暂时没法确定，要么是陈园长的道具，要么是副本规则会主动惩罚违反的玩家。我们对副本的了解很少，还是先不要妄下定论好了。也是，反正这个副本难度对我们来说不大，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人类好可怕！人类又进来了！你们不要过来啊！别害怕呀，小朋友，我们是来玩游戏的，不是来伤害你的。真的吗？你们可不能骗我！果然，声音和心智都和孩童类似，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副本任务提到的孩子们。玩游戏赢了你，给你喂熏肉干，你才会给我们好朋友徽章，对不对？对啊，这是陈叔叔的规定，不能违反。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我才不告诉你呢！陈叔叔说不能把名字告诉你们这些外来人。你悄悄告诉我好不好？你悄悄的跟我说，你的陈叔叔又不知道。不行。这样吧，只要你告诉我，我就多陪你玩几局游戏，行不行？真的？陈晓，我叫陈晓。真乖。那我们赶紧玩游戏吧，快点！别着急，你还没介绍你的游戏规则呢。对啊，我的游戏是比铁头功，看看谁的头更结实。哦，怎么比？很简单，用脑袋撞脑袋，谁的脑袋先流血，谁就输了。跟他撞脑袋，肯定是我们先流血啊！栀子，上吧，交给你了。你之前不是挺兴奋的，一直想和动物玩游戏吗？姐姐，你就别数落我了，人哪能撞得过牛啊？要不我们去其他地方吧？不行，你们必须和我玩，不许耍赖。放心，我来和你玩。好呀！范潇，你放心交给我吧。你很有气势嘛。无尘之盾，岁服。好了，我们开始吧。那我可要上喽！无法无伤？怎么会？再来！可你已经输了。什么？你流血了。好像真的流血了，但怎么一点也不疼啊？你这么身强体壮的，一点小伤口不会疼的。该吃肉了。嘿嘿，谢了。来，我们再来吧。好，这次我一定要有。怎么会这样？下次有机会再陪你玩。我们先走了。拜拜。小孩子真好骗。你是用你那件可以控制血液的道具，往他头上抹了血液，对吧？是啊，
确实没动手和脚，对吧？这个牛头怪物说自己叫陈晓，这明显是人的名字。陈园长为什么要给动物取人的名字？陈园长为什么要给动物取人的名字？也许这不是陈园长取的名字，或许陈晓本就是这个牛头怪物的名字。我们不是怀疑这些动物之前都是小孩吗？而且他们还都姓陈，说不定这个牛头怪原本还是陈园长的亲人。应该不会吧？陈园长应该不至于拿自己亲人做实验吧？这谁说的准呢？别忘了这里是星翼回廊站。我看陈园长对这些动物挺好的，说不定他们变成这样，并不是因为陈园长，反而他是一直在照顾他们的人。对啊，而且姐姐你要记得，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清楚真相，只需要专注于副本任务。也对，我们专注于集齐徽章，完成孩子们，也就是动物们的心愿，这2件事就好。是啊，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孩子们真正的心愿是什么，情报太少，等晚上我们去员工宿舍探索以后，再考虑这些吧。好，那白芝，我们接下来去哪个动物呢？我看看。我们先去长颈驴那边，再沿着这个方向一直继续吧。于是范潇3人从长颈驴开始，沿途依次去了5只动物所在的阵地。长颈驴，范潇使用无尘之盾的斥力效果飞起来，从而伪装成跳高。一击时，范潇同时动用血族和无尘之盾，以300%的身体素质，再辅以炮弹般的斥力辅助，强行赢下了游戏。马骑马，范潇直接贴地飞行。海豚鲸鱼，他同样靠着无尘之盾扫开水的阻力赢了下来。狗头兽，陆白芷再次上场，自然也是大获全胜。至此，3人一共获得了21枚徽章。陈晓、陈清泉、陈烈、陈然，还有邱泽、邱平。除了最开始的黑猩猩的名字没问，其他6只动物都问过了，并不是所有动物都姓陈。这下发现问题了，如果这几人都是陈园长的亲属或者亲朋好友，不可能在变成动物前都是小朋友吧？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是他们变成动物后智商倒退到了幼儿水准，甚至连声音都变稚嫩了。但这样一来，他们还算得上是真正的孩子吗？所以那也只是一个推测。我们还有之前陈园长利用孤儿院孩子做实验的推测，和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符合。还是跟你下午说的一样，等晚上收集情报后再讨论推测吧。对了，你们也发现了吧？宿舍和大门相距很远，几乎是故意被隔开了距离。陈园长刻意让玩家晚上待在宿舍，说不定是因为秘密会在晚上暴露在正门。很可能陈园长在试图隐瞒什么，我们直接悄悄跟着他一晚。既然要跟着陈园长，那我们现在去员工宿舍干嘛？直接现在就跟着他不好吗？我们已经有21枚徽章了，可以让2个人在夜间行动。姐姐，难道你们要去抢其他玩家的徽章？难道你们要去抢其他玩家的徽章？别说的这么暴力，别忘了今天早上攻击我们的玩家，我们现在不是抢，叫索要赔偿，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你别忘了玩家都是什么人，我们怎么可能单独留1个人在宿舍呢？而且只要我们1亮徽章，肯定会有人动心。所以我们不是抢劫，是挨打以后索要精神损失费。就是这样。又闯进来一个，注意戒备。这是踢到我，总觉得这只兔子怎么这么欠打啊！血刃，你的人偶不太对劲。怎么会？我控制不了人偶了。制毒大师，停不下来。物质解除了，来了。我15礼貌，我15礼貌。是，注意闪避。
想躲？灰色守则。啊！地面陷进去了！把徽章交出来！一队，快退！神之盾向上！窗户进来的交给我，金属人偶。好像有点麻烦了呀。门口的几个，我来解决。血刃！什么？血族血液控制。不好，那个玩家有闪避道具，玩偶打不中他。快跑！姐姐，手忙脚乱，剧毒大师！糟糕！都解决了吗？还有扔兔子玩偶那个没进来，让他给跑了。别管他了，这里有5名玩家，就算每人只有1枚，也足够凑齐了。那么，你们是想挨揍，还是乖乖交出徽章？我们交！赚了！让人强行注射的纸条，让人强行攻击的玩偶。按照游戏定位，这属于强控技能，能瞬间扭转战局或者抢占先机。精神干涉类的道具真危险啊！也许这次副本完了，你也能得到1件。他们的徽章还挺多的，拿到了11枚呢，不知道多收集一些，能不能提高副本评价？怎么抢上瘾了？不劳而获，确实挺上瘾的。比起徽章数量，应该是通关时间更影响副本评价。为了收集徽章延长时间，算是本末倒置了。既然如此，我们抓紧时间吧。你们拿着，这样每个人都有10枚以上徽章，可以在夜间自由行动了。确实得抓紧时间了。陈园长可能在9点会有动作，我们现在赶过去。这是……时间紧张，我直接带你们飞过去，准备好了吗？原来你能带人飞啊！能带，但消耗挺大的，不是紧急情况一般不用。我们要不要再靠近一点？光线太暗了，远了看不太清。姐姐，我们还不确定陈园长是否危险，还是暂时别靠太近了，被发现了就不好了。其实靠近一点也没关系，但不能太过火，否则有10枚徽章就能夜间行动的规则就太像摆设了。观察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的道具能让我有夜视效果。夜视？你的道具效果还真是五花八门的。初拥刻印和平邪的耳环融合后，除了不能初拥别人，不能物化、蝙蝠化，我和真正的吸血鬼区别不是很大了。这是之前我们见过的玩家。总之，先跟上去吧。陈园长肯定是玩家，3具尸体不是普通人能扛起来的，更何况还走得那么快。可是他总共找到7具尸体，为什么只选择了其中3具啊？我有看到他在检查尸体手臂上的编号。啊？难道遇到灰色和黑色的，他才会装入袋子里，白色的他没理会。陈园长收集的是亚人玩家和吃人玩家的尸体。亚人玩家和吃人玩家体内都会有其他动物的基因，而人类没有。他盯上亚人和吃人玩家，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不好说，不过我白天看过了，那个小屋子的内部不具备什么搞实验的环境条件，总不至于是在替玩家收尸吧？要么实验室就在那间小屋的下方，要么那间小屋子有通向其他地方的暗道。人不见了，我们过去看看。人和尸体都不见了，先进去再说。门没有打开，人也没有从窗户出去，也不知道陈园长是从哪里离开的。既然陈园长有可能是玩家，估计是使用了什么道具吧。要不你挖开地面试试？正有此打算。
停！想的还真有猫腻。停！想的还真有猫腻。再加把劲儿。成了，我先去确认安全。看起来是专门建造的设施，没问题了，你们可以下来吧。这里有点像是地下研究所，我们造成的动静不小，是不是该赶紧离开这里啊？一边躲藏一边搜集情报吧，这里有分支路线。侄子，你来带路，跟着感觉走就好。好，那我们往左边走吧。这是实验台、刀具，还有人类头骨。这边房间有一些散乱的奇形怪状的骨头，有些是人形，有些则完全是怪物的形状。看来陈园长果然有在背地里搞生物实验。这些头骨不出意外，应该是人类变成动物后留下的，有些连骨骼形状都完全改变了，那些还能看出是人类的骨头，从大小判断，应该是小孩子的。不管这里之前是不是幼儿园，根据现状基本可以确定，这处地下研究所曾经在搞很残酷的人体试验，牺牲了很多小孩。可恶！姐姐，那里好像是档案室啊！之盾，这里好暗啊！这里真的会留有什么资料吗？我粗略看了一下，除了普通藏书和笔记，我们想要的资料并不多，资料都积着灰，估计很久没人打扫了。我们把能用的资料都运到走廊吧，那里有光，不用摸着黑看。到了。话说，为什么平行时空的文字跟我们地球上的文字是一样的？我跟其他分区的玩家对话时注意过，口型里传出的声音有违和感。很可能是游戏直接帮我们翻译过了，只是我们没有察觉。这个功能真实用，要是外语考试的时候也能帮我翻译就好了。给我认真读书。这是关于普通人类如何成为进化者的研究，竟然研究成功了。这所地下研究所之前一直在研究如何让普通人也成为进化者，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抓来了很多进化者，暗地里搞起了违背伦理道德的人体实验。除了进化者外，普通人也是目标。研究药剂自然需要试药的人，单纯的小白鼠满足不了这些疯狂的家伙们。如我之前猜测的那般，新艺城动物园的前身是一座大型孤儿院，研究人员们把没人要的孩子当成实验品，不断用他们的身体测试最新研究出的药剂，然后观察不良反应，一次次记录，直到研究出了最终的成品 J4 型进化药剂。至于服用失败品药剂的孩子们，他们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没有理智的怪物。我们的猜测算是被验证了，不过还有个矛盾的地方。资料上说，服用失败品药剂的孩子们会变成没有理智的怪物，为何地面上那些动物还残存着理智呢？这个可能得问陈园长本人了。不出意外的话，这位陈博士就是陈园长了。有没有可能是陈园长良心发现，研究出了新的药剂，让他们恢复了部分理智？他呢研究出 J4 药剂，让人类变成进化者，再研究出能恢复理智的药剂，也不是没有可能。恢复理智的药剂吗？确实有可能是这样。陈园长收集的是亚人玩家和吃人玩家的尸体，说不定他是想通过研究这两类玩家的身体，找出两类基因平衡的方法，让那些动物们彻底恢复过往的理智。他这算是在补偿那些孩子。补偿？恶魔可不会忏悔。你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应该是孤儿院的名册，上面全是陌生名字，没有陈晓、陈清泉、陈烈、陈然这些在动物园中的动物的名字。J4 药剂成功研制的背后是多少孩子的牺牲？而主导这一切的陈园长真的会因为后悔或者良心不安去弥补他伤害过的那些孩子吗？这不会吧？换句话说，你们觉得恶魔真的会忏悔吗？可人都是复杂的，不能脸谱化。这话是你自己说过的。对啊，可能他已经悔过了，
不然他应该不会主动建造这么一座动物园。副本没开启时，每天照顾这些动物们的饮食、清理粪便，和他们互动的人应该只有陈园长。如果不是真心悔过，应该不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吧？不要只看上面，别忘了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些骸骨啊！一个已经悔过的人，会将小孩们的尸骨遗弃在这个地方不管吗？我想，陈园长从来不曾在意过这些成为实验品的小孩，就像他从来没在意过这些房间里的尸骨。你是说，陈园长帮地面上的那些动物恢复理智是另有所图？看来你还是不认可动物就是孩子们这个结论呢。是啊，看到那些骨头以后，我可以确信了。不过如果要证据还差一些，需要去另一边看看。等等，那这些资料怎么办？这些资料最关键的部分都缺失了，作用并不大。你们想带可以带着，等回去后上交国家，估计能换来丰厚奖励。还是先带着吧，万一有什么疏漏，还可以再检查。那个，我们去研究所的另一边，会不会有危险啊？陈园长有可能就在那边。放心，应该没事的。我估计陈园长和之前的岛神一样，不能主动攻击玩家，否则早上被威胁时就不会无动于衷了。再说，我们已经收集齐了徽章，随时可以通关副本离开，安全还是有保障的。这里有股腐败的气味。可以了，不用继续往前走了。谜题我已经解开了，这座研究所里曾发生过战斗。而且还是玩家间的战斗。看出来了，这些破损痕迹像是来自稀奇古怪的各类游戏道具。我觉得可能研究所抓进化者进行人体实验的行为犯了玩家们的众怒吧，所以玩家闯入了这里，毁掉了大量研究设施。这座研究所从那之后便废弃了。除了众怒，可能也有部分玩家的亲朋好友被实验所抓来做实验了，所以他们前来复仇。你们觉得就复仇而言，怎么做才能令自己最爽快？当然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敌人对我做了什么，我就全部一一或者加倍奉还回去。等等，愤怒的玩家们抢夺了药剂，把失败品药剂用在了陈园长的家人身上。不只是家人，恐怕陈园长的亲朋好友都被波及到了。玩家们最后没杀掉陈园长，是故意让陈园长活了下来，想让他后半辈子都活在对亲人的愧疚和痛苦中。竟然是这样的吗？至于动物们的同志嗓音，我估计是陈园长研究出了可以让怪物恢复理智的药剂，但效果并不彻底，比如理智只能恢复到幼儿水准，所以他收集亚人和吃人玩家的尸体，试图研究出更完美的理智恢复药剂。可是如果这么说，通关任务中的孩子们究竟去哪里了呢？地上那些动物很多不符合孩子定义了，难道我们要挑选出曾经是孩子的那部分？不用那么纠结，孩子自然就是孤儿院的那群孩子，否则以现在上面那些动物的心智，真能让人分辨出他们的心愿是什么。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遗愿却是个概率很大的推测，就看你们信不信了。人死灯灭，一切成空，那些孩子生前的心愿会是什么呢？可能他们只是想离开这个地方吧。就跟栀子说的一样，那些孩子或许只是想逃离这个会让他们痛苦的地方，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所以我们带上这些尸骨离开动物园，就算是达成第二个任务条件了。应该是这样，如果不成功的话，就按之前的计划再去和那些动物们玩游戏看看。行，就是尸骨有点多，可能得多搬运几趟了。放心，我在空间里放了袋子。接着超大号的，都可以装下一个我了。你都往储备空间里放了些什么呀？个人隐私，别打听了，赶紧干活吧。大部分尸骨都是零散的，没法拼凑出完整的形状，而且里面还混杂了大量奇怪形状的骨头，完全分不清归属问题。
我们只能做的粗糙一点，把骨头全部放到一起，算集中处理吧。希望这些孩子们不要介意吧。这里的尸骨都收集好了，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最后再去东边吧，估计陈园长在那儿。好了，收集到的尸骨就先送到外面，然后去东边看看吧。没想到有那么多，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怎么办？要破坏这道封锁门吗？可是，万一这是早上那个反弹伤害的道具，破坏门说不定会中陷阱。要不我们破坏墙壁吧，把这里的墙壁全给它砸烂。范笑这是……对了，陈园长说不定就在这门后面，我们可以故意说要破坏这里，逼陈园长现身。哎，这样不好吧？不如我们把这里的地板掀了，挖个地道如何？哎，这道大门说不定是电子控制，我们破坏掉电路，也许它就自己打开了。还是别了吧，我估计陈园长就在里面，他不是爱堵门吗？我们用道具把这里封住，让他自己也出不来，如何？动手！动手！够了！你们不要太过分了！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我们会来到这里，你应该有着知晓玩家位置的权限。你是这个副本的 BOSS 吧？你们给我滚出去！你让我出去，我就出去？你在教我做事吗？只要不攻击你，你就奈何不了我们吧？所以，我们凭什么听你的？站住！知道我是副本 BOSS， 你们还敢这么放肆？不要逼我出手，玩家我也不是没杀过。哼！你们到底有什么目的？就进去看看，只要你不阻止，我们就和和气气，也不会搞破坏。这个地方对你很重要吧？我们真的就是进去看看。你要再拦我们，我们就用道具毁了这里。我只是在这里做一些研究而已，你们要进去看可以，但别损坏里面的设施。只要能保证这点，我可以让你们进去。你是副本 BOSS， 难道不知道我们的第二个副本任务是什么？副本 BOSS 也不是持有所有副本权限，有时候游戏会给玩家发布些我不知道的任务。也就是说，收集徽章不能攻击动物的规则是你定的，你为什么不制定些对自己更有利的规则？制定副本规则没那么随心所欲，进化游戏要是不认可，你制定了也没用。那你是怎么让这座动物园成为游戏副本的？副本的诞生可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不过是因为和这里联系密切，幸运的成为了副本持有者。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就别白费心思了。你想知道的情报，我也想知道。唉，那好吧，把门挪走吧，我们进去看一圈就出来，否则我们搞破坏，你也拦不住。这，好吧，我跟你们一起进去。那些就是你研究出的理智恢复药剂？你们连这个也知道了？我们的任务是来探索真相，都闯到这里来了，自然不会毫无进展。怎么，有胆量拿孤儿院的孩子来做实验，害死那么多人，却没胆量让人知道吗？你说什么？你们这些外来的玩家没经历过之前的事情，看法很片面，根本没资格对研究所的过往做出任何评价。你的意思是本世界的玩家就可以？你们本世界的玩家攻陷了研究所，抢走了失败品药剂，然后用在了你的家人身上，把你的家人全部变成了怪物，就跟你对孤儿院的孩子们做的事一样。接受吗？他们就是一群疯子，一群没有理智的蠢货，一群只知道发泄欲望的侏罗。我们牺牲那些孩子做实验，是为了完成伟大的事业，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出于我的私欲。但那些玩家做了什么？他们为了发泄自己的私欲，抢走药剂，到处害人，把大量无辜的人牵连了进来。他们就是一群疯子。既然觉得他们是疯子，你还主动去招惹他们？不用把自己摆在冠冕堂皇的位置，我们可不会因此而高看你一眼。你们要看就赶紧看吧，看完了赶紧出去。好的，好的。难缠的家伙，这些人骨是什么？是上次副本开启时死掉的玩家。你们好像在找孤儿院儿童的遗骨，
这里没有，毕竟他们的价值已经耗尽了。没必要跟他说太多。既然如此，我们就不打扰你恢复药剂的研究了，先走了。你就做着有一天亲人们会全部恢复过来的美梦，困在这一辈子吧。我们要不要干掉陈园长，也算是为这些死去的孩子报仇了。副本结束前不能伤害陈园长，副本结束后，我们不是地级玩家也留不下来。而且，干掉了陈园长，这座动物园里的动物怎么办？他们需要陈园长的照顾。唉，现实真是让人无奈啊！别多想了，百智，我们只是见证者，不是历史本身，别陷进去了。历史吗？这次药剂的诞生，确实算是历史性的事件了。这些孩子是历史的推动者，但也是历史的尘埃。你们不愧是两姐妹，都说了别伤春悲秋了。题外话，等做完正事后再说吧。先把尸骨带回动物园，看看我们的猜测对不对。陪你完成孩子们的心愿，希望他们能安息。所有副本任务条件均已达成，此次副本结束。副本评价 A， 副本奖励如下：玩家海豹于4次1级副本中表现优异，升级为低级玩家。您获得一份属于低级玩家的特殊奖励，1张低级副本的时空车票，1瓶低级净化药剂。您的玩家面板已更新。您的等级提升到低级，获得1次天赋提升机会，是否使用？地级玩家还真被我给猜对了。1级道具兔兔公爵已发放，道具背景故事如下，道具效果如下。之前在员工宿舍就被人用这个东西偷袭过，该说不说，这强控类道具确实好啊。看你的表情，得到好道具了吧？算是吧，除了道具外，玩家等级也提升了。啊，对了，你们也没被传送走。我们虽然完成了全部副本任务，但这个副本的关闭时间还没到，所以只要不主动选择离开，暂时还是能留在这里的，就是去不了副本外的世界。啊，范大哥，你成为地级玩家了。地级玩家和1级玩家相比，有什么变化没？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可以同时装备4件道具。哇！而且游戏还给了升级奖励，1张地级副本的车票和1瓶地级净化药剂。除此之外，新增了个世界地图权限，就是可以在副本结束后自由选择是否前往副本外的世界分区。对了，这次你们回去后可以自己先去做副本，白智你就不用等我了。啊，那个，我不是还在被你雇佣吗？雇佣关系先暂停，这次我不跟你们一起回去了。啊？我要去一趟004分区。这些孩子生前都是孤儿，也不知来自何处，该葬于何处。我想了想，还是为他们举行一场海葬，希望他们最终都能飘回自己的故乡吧。除此之外，别的世界分区是什么情况，我一直蛮好奇的，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去看一看004分区的现状，顺带还可以去看望下李文栋父女如何了。那大概多久会回来啊？放心，不到1周就会回去，我只是去看看，相当于旅游，能待多久？刚好趁我不在，你们多去做几个副本，争取早点升级为地级玩家，然后大家再一起组队。我会的。啊，对了，这些1级药剂我用不上了，你们俩谁有需要就用吧，尽快提升实力。我不缺，我的进化率本来就是26%，这次副本奖励还给了2瓶，足够了。既然如此，就给白智吧。啊，这算是预支工资，赶紧加油，赶上来吧。把研究资料留给了陆家姐妹，希望她们能顺利带出去给特使局，这样能换来不错的好处。我也该试试新的进化药剂了，进化率涨了3%，也不知道地级玩家的极限进化率在多少。0%之后的进化似乎不再是单调的力量、反应、体力等的提升，还有一些精神力和抗性的提升，真是严格又实用啊。您获得1次天赋提升机会，是否使用？没什么好犹豫的，提升天赋，杀戮天使。
赋杀戮天使提升中，提升完成。您的杀戮天使获得新的原罪报时，备注已提示，备注2已提示。七七获得了自主性也好，毕竟我不是机器，总有松懈的时候，算是变相的保命手段吧。还有暴食这个天赋，意味着七七每夺走一条生命，就会让我的精神上限和它的强度更高，好像不太适合我。这么多怪物聚集在一起，难道这也是副本？没猜错的话，远处的城市应该就是星翼城了。可是为什么会在城市周边聚集那么多怪物？星翼城里的高级玩家扫荡掉这些怪物应该轻而易举。对了，祭祀岛也是这个分区的，也就是说，这些怪物应该是这个分区的商品，供高级玩家交易的。杀戮天使，范香，这次有什么好玩的事吗？先把他们都杀掉吧，然后试试你的新能力。七七最喜欢玩玩具了。怎么老是这种玩具？算了，总比没有好。七七卷袖子，帮着怪物撕肚子，戳脑子。七七是个好孩子。戳脑子，七七是个好孩子。好像是有一些精神反馈，但不多。几十只怪物才增加这么点精神上限，果然，怪物的精神都很弱。正是因为没有理智，精神脆弱，很容易就会被精神的手段所操控，才会成为商品和工具。范香，我们去那边吧，那边还有玩具。撕开丑八怪有什么意思？看见那个地方没？它叫星翼城。等你什么时候变得更强了，高级玩家见一个撕一个，我就带你去那里面撕个痛快，撕个够。总算安抚好范七七了，不能忘了这趟的主要任务。直接倒出骨头可能会被野兽捡走，稍微按这边的习俗处理一下，希望你们不会介意。谢谢你。真是群有礼貌的孩子，希望这些孩子的灵魂都能被大海送回他们的故乡，落叶归根。还好范七七的冷却时间减少了，没有个保命手段，真不敢在004分区随便晃悠。除去花掉的8天，后续在副本里攒了3天运气。接下来可以去看望李文栋副本了。给我指个方向吧，我记得那边是……会长，已经调查清楚了，岛神那个家伙是被一位玩家给随手秒杀的。随手秒杀？岛神虽然进化出了问题，变成了怪物，连带脑子也变得不灵光了，但好歹也是个 B 级玩家，他的基础实力摆在那儿。我们这里有能秒杀他的玩家？不是我们004区的，是一位路过的玩家，灭国。灭国？怎么会去祭祀岛？他不是在旅游吗？我们004分区可不是什么旅游观光的好地方。祭祀岛可是具备随机副本特性，灭国因为倒霉被卷进去，这种事不是没可能发生。当然，我承认这其中的跨度实在是太扯了一点。事出反常必有妖，不过算了，本来岛神和我们的关系也不深，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城外的民众会觉得越来越多了，我们得加紧从001区再弄一批幻想物质回来，建造新的安全区才行。这可不容易啊！现在 G08 节点的世界分区逐渐增多，幻想物质供远小于求。别说我们没钱了，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要是我们能和001分区一样，完成对本分区的统一就好了，届时就有权限彻底融入第9维度，等展开生意往来，就不用担心钱的问题了。好了，先处理好眼前的事情吧。至于分区的统一，放心吧，我们迟早会干掉那群拖后腿的杂碎。爸爸，
不用给我，这是你自己在花店打工赚到的，怎么花你自己决定吧。可是我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啊。那我把钱送去城外，给和我们一起出来的邻居们吧，他们应该很需要钱。可以，不过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等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吧。好，这么巧，那也算上我一个吧。范潇哥哥，饭点不请自来，是我唐突了。不过不介意添双筷子吧？看来你们在这儿过得挺好的。范潇哥哥，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啊？这个嘛，暂时还不确定。放心吧，我可是大人，要走的时候会好好和你告别的。范潇哥哥，别找了，他刚才那句话就是在跟我们正式告别。日期和离开时错了4天吗？我和白芝先去副本了，勿念。范潇，我和姐姐呢先去副本了，等回来后我再帮你的忙。不出意外，他俩应该是从我家用车票去的副本，那出副本时就会碰到，没必要多此一举。而且现在有更要紧的事要解决，再不睡觉，我这第几玩家也得猝死，所以得把血刃的问题解决掉。终于可以睡了，希望谁都别打扰我的精致睡眠。哎呀，睡得真好，还好没人打扰我。陆家姐妹不在，难道是杜若？喂，哥，你最近怎么样？有事说事儿。这是我妹妹宋玉，我们2婚时宋叔叔带来的女儿，那时还挺亲我妈的。哦，我们今天要搬家，妈妈让我打电话给你，叫你回来帮忙。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搬家？哥，你没看新闻吗？我们小区发生命案了！陈叔叔和王叔叔他们全家都……总之，事情是昨晚发生的。爸爸说这个小区不安全，我们要搬到唐仙街那套别墅去。哥，你回来帮忙吧，我有好多东西要搬。好了，我知道了，马上回去。宋叔叔家住的是高档小区，安保一向严格，一晚上有2家出事，该不会……哥，啊，哥，头发都要被你弄乱了！你好过分啊，哥！一般来说，哪有人会按着妹妹的头不让她靠近的？外面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啊，对了，我这次回来的急，忘了给你带礼物，下回一定给你补上双份啊。那个礼物就算了吧，哥你太客气了，快欢迎哥哥回家。我暑假作业还没写完呢，谁知道范乔又会带什么习题测试卷当礼物啊？先去一趟出事的地方吧，搬东西待会儿再说。啊？要去那边？那边封住了呀，不让过去的。而且那边可是有人死了。你负责带路就好了，放心，是我看，又不是你看。你待会儿在外面等我。刚好我最近在做私家侦探，现在工作可不好找啊，算是提前锻炼一下业务能力了。那个哥，你不用工作的，我可以用零花钱养你啊。哥，你不用工作的，我可以用零花钱养你啊。我有女朋友了。啥？她也很有钱，可以养我，用不着你。我们到了，这里是其中一家，另一家在左边，隔得不远。那是……你在这里等我一下。王队长，好久不见。啊，你是范潇？最近有一段时间没看到过你了，怎么现在成玩家了，去祸害副本了？您这话说的，哥哥真的认识警察？哥哥不会是什么警察卧底吧？好了，题外话先不说了，我们初步怀疑这次案件是一起进化者犯罪案件。等到调查完所有状况确认后，就会将报告发给特事局那边。关于这方面的事，你肯定比我专业，帮我看看
到底是不是玩家干的。行，这状况一看动静就不小啊，除非用重武器或者炸弹，否则人类光凭身体是做不到这种事的。另一处别墅跟这里差不多，大门也是这样被砸开的。你这种说法，心里已经肯定答案了吧？这样，你等我打个电话。喂，说吧，你又卷进什么事件了？我没事，就是向你打听个事儿。咱们010分区诞生副本没？这才刚出来不久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从哪儿打听到的？我遇到一起案件，我猜应该是外区的地级玩家做的。这些破坏所需的力量，一级玩家应该还做不到。而我们的世界刚被卷入进化游戏2个月，能成为地级玩家的都是谨小慎微的性格，就连那个养殖组织的老板也只敢在私底下做脏活。而且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何必选择最会暴露身份的一种？你不来特使局真是可惜了，确实是有个地级副本诞生了，在安城下辖的一个偏远县城，不过其存在状态很古怪，并没有直接与地球的空间接轨。军方目前正在对那里进行封锁，不过玩家的手段千奇百怪，可能已经有玩家躲过封锁了。如此看来，我这边的事件基本可以定性了，应该就是外来的地级玩家做的。我最近没有积攒运气啊，应该不是我让安城倒霉的。安城要开始不太平了，帮个忙，你们应该有建立那种被特殊保护起来的居住区吧？给我4个入住名额。确实有这种居住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只是名额难搞而已。那就照常，我们来个交易吧。不用交易，由我亲自出面还是没问题的。那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真难得啊，那我可得好好替你记着啊。王队长，确认了，就是玩家干的，没错。越来越乱了。放心，你们负责你们的事情，玩家负责玩家的事情，只是一开始会出现问题，乱不起来的。哥，你怎么跟警察那么熟？你是不是有什么隐藏身份？小孩子家的，别问那么多，该回去了。我有件重要的事得和你们说下。不想说就算了，我可不是什么小孩子了。哥，哥，你回来了。宋青山，你吵死了，声音能不能小点儿？小月，这里没你的事，你先去帮忙搬东西。宋青山这个弟弟也很麻烦。话说，你好像又大了一圈啊。都是坚持苦练的结果。哥，咱们去练练。我这段时间呀，请了好几个散打教练，进步了很多，说不定能多给你斗2个来回了。待会儿再说吧，你保持现在的身材就好了，别再增肌了，再增会变得很奇怪。哥，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别人想增肌还增不了呢，我这可是天赋。好。对了，我听说哥你找女朋友了。哥，情情爱爱的浪费时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更有价值的事？格斗，研习更精深的格斗技巧。男人就应该干男人该做的事情。宋青山，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哥他才刚回来，你能不能别烦他，别惹他生气？小月，你还没意识到烦人的其实是你吗？哥其实对你很不耐烦，根本就不想理你的。我劝你呀，不要自找没趣。你给我跑！就算你是我哥哥，我也要打死你！好了。你们2个别闹腾了，先进屋吧，我有事情要说。该不会哥你准备跟爸官宣女朋友吧？有时间做这种事浪费生命，还不如跟我去地下室练练。青山啊，你有点膨胀喽。哥，你是不是最近懈怠锻炼，害怕输给我了？放心，看在你是我的引路人的份上，我会让着你点的。不用去地下室了，就在这里过2招吧。也是该敲打敲打你的脾气了。好，这可是你说的，这可是你说的。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凡事不能只靠蛮力吗？走你！糟了，躺下吧你！哎呦！我愚蠢的弟弟啊，
现在明白做人不能太膨胀的道理了吧？这不可能！等等，你是怎么练的？力气怎么会这么大？跟之前比，简直脱胎换骨了一样。能不能教教我？哼，想知道为什么就跟我进屋吧。啊！宋青山以前是个乖孩子，但自从我替他用武力惩罚了欺负他的校霸，他就变了一个人。一开始还觉得练身体挺好的，但现在已经是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范潇，到底是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怎么还得等搬家公司的人离开才说？对啊，这个小区太不安全了，我们得抓紧时间搬走。范潇，你也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还有你的工作问题，真真跟我说过了，这回你就别犟了，来我公司上班吧。工作的事情先不说，我们说搬家的事。像这种高档小区都不安全，唐兴街那边也不见得能好到哪儿去。我托我朋友找了个安全的小区，你们搬到那边去住好了，全天24小时都有持枪的警卫巡逻，属于有钱也进不去的小区。你是我儿子，我还不了解你，你怎么可能弄得到这种房子？你知不知道安城的房价多贵？唉，没办法，是时候给他们说一说进化游戏的事情了。虽然不想家人为我担心，但现在安城都出现了副本，再不可能没有接触了。注意裙子。咦？对。这是怎么回事？这样你们就能认真听我说了吧？你说什么？进化游戏玩家副本是真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知道你们会比较难接受，但现实就是如此，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哥，怪不得你那么强，力气那么大，那要怎么样才能成为进化者呀？玩够了就躺下吧。冷静下来了吗？哥，别打我，我一定听你的话。眼睛好花。我也不是要故意吓你们，我想说的是，进化游戏很危险，成为玩家后，要是心性不合格，第一个副本估计就得死于非命。你们别看我表面光鲜亮丽，暗地里在游戏中我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的，好几次差点被别的玩家给杀了。这么可怕的吗？那我还是晚点，等强一点再考虑吧。是啊，就是这么可怕，而且也不是你想成为玩家就能成的。不管怎么说，都得自己做好准备。哥，你说成为玩家要心性合格，怎么才算合格？我问你，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吗？没试过，不过侠义5分尽，身怀利刃有条心，遇到该出手的状况时，我不会犹豫。除心性之外，脑子也得用起来，善于思考，会提高玩家的存活率。哥，你不反对我了？现在每个人都有成为进化者的可能，不排除你和小玉也会。反对是没用的，还不如提前训练一下你们。我把特使局的号码给你们，要是你们的身体出现我说的那些征兆了，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或者打这个电话。杜若推荐的小区还真有点东西，这样以后再安排专车接送，应该就可以杜绝危险了。更何况我还消耗运气祝福过家人，这要是再出事，那真是天意难违了。等到以后安全区建成再搬过去，阻隔了随机副本的威胁，就算是彻底安全了，到时候跟特使局交易几番也未尝不可。白志的号码，看来他们回来了。范潇，你回来了。啊，听吴小姐说，你去帮你家人搬家了。原来范潇你也有兄弟姐妹啊？是我妈再婚对象的孩子，也就是继父和义弟义妹。是这样吗？说说动物园副本之后的事情吧。李文栋父女那边我去看过了，他们过得挺不错的。那里的安全区叫光耀城，是他们当地的玩家组织光耀会建立的。你们这次副本怎么样？通关中没出什么事吧？很顺利，配合白芝的运气，侥幸得了次 A 级评价。我的是 B 级。A 级评价可不好得，看来之前是我限制了你们的发挥。
限制了我们？我没感觉到啊。或多或少有一些吧。当团队里有个擅长动脑子出谋划策的画事人，其他人会下意识的以他为准，减少自己的思考。你们回忆一下，在副本里，你们是不是经常询问我的看法？这好像确实有经常问。思考谁都会，做决定才是最重要的一步。所以说，我没跟着一起，你们反而有所成长了。看来人还是得走出舒适区才行。这话我赞同。我们白芝现在就正在纠结这个问题呢，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和姐姐没有相同的时空车票了，正在考虑要不要以这次为契机，开始分头行动。那个，范笑，你觉得我们该不该试着分开啊？不管从客观的车票问题，还是主观的成长方面来看，你们分开进副本这件事都是必然的。不过什么时候分开行动也是有讲究的。先说说你们都有什么道具吧，我帮你们判断判断，现在适不适合。道具你不用担心，防御、攻击的道具我们都已经单独凑齐了，而且他的比我的豪华多了，担心他是多余的。哦，你有一次 A 级评价，都没白质的豪华。这一次副本，我又得到一件制毒道具，和制毒大师融合后出了一件 D 级道具。现在制毒大师有一定可能随机到 D 级的猛烈毒素，而且使用限制增加到了每天10次了。姐姐说，相当于手握10次无视距离防御的致命攻击了。不止，再加上围城这件防御道具，以及上个副本获得的攻击道具，他的防攻能力可以说是堆到1级玩家的极限了。而且他本身又有 C 级治疗天赋，即便受到致命伤，也能几秒内恢复。你说他够不够豪华？哼，确实够豪华的。那你呢？我收纳群，负面状态免疫，具有力量增幅。上个副本奖励的道具和手忙脚乱融合后得到的新道具，可以让我免疫1级道具隔空施加给我的负面状态，逼对方和我白刃战。力量增幅呢，就是字面意思，可以让我时刻保持精力和体力不枯竭，同时力量上涨5倍。你们现在算是1级玩家里特别强的了，攻防一体，短板很少，单独去副本没什么问题。反正现在没有相同的车票了，不如就趁着这个机会分开行动一次好了。正好白质这段时间需要陪着我，你不如先自己去副本试试。要不然我抛硬币试试吧。啊，可以试试。如果是正面呢，这一次就分开行动；如果是反面，就暂时不要分开。是正面。这下你们能下定决心了吧？安城最近突然就乱起来了，是不是我们010区诞生 D 级副本了？副本就在安城。真聪明，是外区的 D 级玩家来这里闹事了。没想到那么快，没有办法限制吗？ D 级玩家还没法应付现代军队，所以引不起太大的事端。只要官方出面抓住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平息下去的。即便抓不住，这批玩家也待不了多久。D 级玩家每2个月需要去一次副本，他们最多在这里待2个月。我要去副本了。啊，这么快就要走啊？本来打算再休息几天的，但现在我们分区出现了副本，有外区玩家来捣乱，我得抓紧时间成为 D 级玩家才行。你姐姐是想快点成为 D 级玩家，增大自身的价值啊？这样她加入特使局后能得到更多好处。既然你知道，我也不多说了。我去副本的时候，白芝就交给你了。她还小，你别对她乱来啊！啊，姐姐，我已经17岁了，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子？好吧，我订正之前的发言，是你得矜持点，别乱来。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没什么，再见。哼，注意圆滑点，别再随便和人起冲突，保护好自己。知道了。接下来几天，我一直带着陆白质实验他的好运能力的极限。期间，陆西宁不断的完成副本，照这个速度下去，估计暑假结束前他就会成为 D 级玩家。这几天里一直没有倒霉的事发生，直到第13天。可能是小孩滑的吧。范晓，你别生气啊，这可能只是刚好遇上了。啊，
哦，对，是刚好，是巧合，不一定就是你的霉运道具起作用了。算了，先去看看监控吧。没想到监控刚好坏了，去修车又遇上车祸，没怎么撞到人，还被家属讹。唉，看来可能真是你的霉运道具发挥效果了吧。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你的运气对我的作用极限是12天，从第13天开始，霉运就会突破界限，重新降临。可能这次也是个巧合。雇佣并不是一次性的，一次到极限后，下一次可以从头开始，以后的雇佣次数多着呢。啊，真的？我骗你干什么？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这些都有可能是巧合。毕竟人总有倒霉的时候，不能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赖给道具，所以再看看吧。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先去给车补漆吧，然后吃个饭。我们1天没吃东西了，就去我们之前经常去的那家饭店吧。吵死了，别叫了。我今天心情不错，暂时还不想杀人。老方，兴义城那伙人的邀请，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别理那群疯子，他们无非是想利用我们，把这个新分区变成他们的养殖场。为啥？我听说兴义城会提供高级道具援助我们。拿了这些道具，成功了当然是好，若是失败了，你觉得兴义城会放过我们吗？那我们还是别掺和了，反正地级玩家去哪儿都一样。况且这儿的生活条件不差，食材和玩物都唾手可得。话说，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往窗外看，难道又有人发现我们了？暂时还没有，我是在物色新的猎物。我去，极品货色呀！那今晚的主菜就决定是他了。极品货色呀！那今晚的主菜就决定是他了。怎么了？来的路上还有零星人，而这附近却空旷无人，你不觉得古怪吗？你是说这附近有吃人玩家吗？保持警惕。好。哟，小姑娘，跟着这种小白脸多没意思，跟叔叔走，带你体验点大人的乐趣。啊，你跟他废什么话呀？直接带走就完事儿了。那老王，你去把他那个小男朋友解决掉，我就不动手了，得给小姑娘留个好印象，免得她待会儿闹情绪，坏了兴致。小子，遇上我们算你倒霉！找死！我来，去死吧！哇！竟然能接住我的拳头，难道他们也是玩家？而且我的手艺，力气挺大的嘛。你应该是吃人玩家吧？这家伙很强，硬拼绝对吃亏，必须使用道具才行。爆！爆！不要啊！不堪一击！你这种货色也敢出来嚣张？老王居然一个照面就被抹杀，我甚至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快逃！短跑冠军！那就比谁的速度更快吧。神之盾！该死，这都能追上来！只能使用道具了。暴躁的电风扇！处处攻击！这是强制嘲讽类道具。身体不听使唤了。结束了。搞定。范大哥，他还活着吗？只是昏过去了，留个活口，看看能不能问出点情报。清醒了吗？现在我问你答，老实配合，待会儿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
没想到他们就是从其他分区流窜来的地级玩家，而且还是之前8名女性失踪案的元凶。已经通知特市局了，他们的人应该很快就到。这次混进安城的玩家，大部分都是从兴义城来的，估计是想把这个分区也变为殖民地吧。报！好了，答应的给你个痛快。走吧，先去救人，还有4名女性被捆着呢。结果还是折腾到大晚上才把绑架案搞定，还是来看看获得的新道具吧。一级道具飞毛腿，效果为佩戴后奔跑速度提升90%。一级道具无人问津，使用后可使进化率不足1%的人在潜意识中产生远离你、无视你的念头，作用范围方圆50米。无人问津，干涉精神的道具吗？估计以后能用得上，先留着吧。范潇，特市局有联系你吗？我有点担心。还没有，有情况杜若会通知我的。不过有件事要和你说，我们的雇佣关系先暂时结束吧。啊？我们的雇佣关系先暂时结束吧。啊？这么快吗？已经13天了，你姐姐都进了3次副本，你却1次还没去过，这样下去不行。而且继续跟着我，你会遇到更多危险，暂时分开行动比较好。现在已经确定，陆白志的幸运只能庇护我12天，从第13天起，我的霉运就会波及他，而且会越来越危险。好吧，不过你让我帮忙，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测试倒霉道具吧？能告诉我实情吗？确实另有目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时机成熟了，我会告诉你。哼，你当初对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当初我问你攒运问题的时候，你可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我。怎么，你现在搞区别对待？怎么会？姐姐，你回来了。这次副本如何？玩家等级提升了没？拿到了 B 级评价，但等级没变，估计在下一次副本就能升级了。对了，白痴暂时不能借给你用了，我们出来时和爸妈说好，1个月后就回去，明天该动身了。这不正好？我刚和白志说，暂时不需要他在我身边帮忙了，你们按原计划回去就好，不用顾虑我。回去报个平安，以后想过来随时都可以，不必拘束。根据我的分析，你的运气大约只能护他平安12天，从第13天起，你反而会被他的霉运牵连，所以你也别想着那么快就去找他了，否则反而会降低他对你的好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想要怎么才能更好的帮到范潇。我不否认范潇是个不错的男人，至少他跟你孤男寡女相处那么多天，竟然什么都没做，加上他外貌出众，实力强大，我估计你的竞争对手不会少啊。姐姐你别说了，光听你的话我都感觉压力好大。所以你先努力成为D级玩家吧，相信我，只要能跟上他的步伐，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了。有情况！小老鼠翻窗台跳进来被猫逮。小老鼠被猫逮，脑袋咕噜滚下来，喵喵喵，七七就是大猫猫。虽然七七能自主防御很方便，但没必要弄得这么血腥吧？本身血迹没干，赶紧用血柱清理掉，明天还得叫保洁。范潇，是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窗外，一下子就把窗户融了个大洞。还好我一下就把它解决了。七七真棒。范潇，你最近获得了好多新玩具，都不叫人家出来玩了。可不是嘛，毕竟这都已经是攒运的第45天了。因为这霉运，我被不断的卷入玩家相关的冲突里，不知道干掉了多少人，也不断获得尝试各种新道具，但大多没什么实际用处。除了这一件能够伪装自己的道具，
某些时候可以发挥奇效。姐姐，先把这东西送到特事局去。哼，臭范潇，又让我干这种无聊的活。我杀了那么多玩家了，到底还有多少其他分区的玩家进入了我们的世界？特事局到底在盘算些什么？所以昨晚你又干掉了一个玩家，感觉你一个人的业绩都要超过我们分局了。有事说事，我不保证每次都有空接你的电话。别介，这次是正式通知你，我们准备对外区玩家展开反击了。你的实力在本区地级玩家里也算顶尖了，我们可能会需要你搭把手，所以提前跟你说一声。新一城那伙人憋了这么久，还没搞事？他们正在召集更多外区玩家，扩大势力范围，很可能再策划一次总攻。所以你们人手集结好了吗？对方可是持有高级道具的。从其他市分局抽调了一些玩家来协助，并且此次行动限定地级玩家参与。再说了，我们不是还有你这条大腿吗？我可是很忙的。哎，范潇，你别急着拒绝啊，别忘了你还欠我个人情呢。头回见人这么主动讨要人情的。放心吧，我没那么无情。不好，出事了！快来支援！超预期，比想象中严重太多了。血族发动！哎呀，真是件好宝贝，希望我能继承你的好运。操控血液，果然有点本事。不过我可没那么好对付。请雷针，血爆！不过杀不掉我的。这人有古怪，生一记血爆，怎么可能还站得起来？闪之盾，看看你还有什么底牌？你杀我一次，就有人替我去死，你确定还要继续吗？什么？共享毒素？不要！你先陪这些小可爱玩玩吧。蛋！可恶，已经逃了吗？这次绝非偶然事件，若不追查到底，后果不堪设想。总算找到你们了。你来了，我手机坏了，没能接到电话。这边情况怎么样了？很糟，对方拥有强大道具，并且他们的头目很可能就藏在这栋大楼里。我们已形成包围，但暂时无法突入，正在等待上级的进攻指令。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转移敌人，而非平民。怎么做？随机副本，我的运气很差，或许能把他们拖进去。看来外面暂时没动静。哼，他们知道生命归元的威力，暂时不敢乱来。但我觉得有个家伙不在乎，他真的很恐怖。懦夫，再不行动，我们的计划就完蛋了。金宁，你和白芝来我这一趟，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需要白芝诅咒我，把我卷进随机副本里。什么？卷入随机副本？你疯了吧？没时间解释了，快让白芝帮我。他来了。是谁？范潇，他可怕的就像个恶魔。别自己吓自己，我们还有生命归元。你们听见了吗？啊，什么鬼？保持冷静。我们走得越近，他们越不安。准备进入吧。希望你的计划可以奏效。相信我。这是我们的战场，记住我们的目标。明白。我们得先找出副本任务。这是哪里？我们被拉进随机副本里了。我们快走，抢在他们之前，尽快行动。我们得转移到小镇入口，才能触发副本任务。走。好。在这里等着，总会有新的任务浮现。
但愿如此。这样就能逃？付出代价吧！冲啊！来了，西西，净化他们。好多玩具，好多玩具啊！好多玩具，好多玩具啊！耶，收割完毕。这是什么怪物？快逃啊！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个小女孩？用肚子扯肠子，肠子脏撕胸腔。恶魔，有恶魔！救命啊！范潇，我能感觉到力量在膨胀。很好，西西，你做的不错，今天就到这里吧。她好漂亮啊，范潇，我想跟她交朋友。将来西西长大了会更漂亮，不必着急。琪琪最喜欢范潇了。哎呀，好了好了，他的力量果然不一般，后面会发生什么呢？哦，总算结束了。范潇，你做到了。只是暂时的结束，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你现在是什么等级的玩家？刚才秒杀那么多人。嗨，就第几呗，运气好罢了。不是我多嘴啊，你档案里那精神疾病治疗记录是真的吗？不好，他发作了，快拿道具！至于吗？我就开个玩笑。你别瞎搞啊！副本里杀人哪能每次都搞得血肉横飞的，也太暴力了。这没办法呀，我天赋自带的效果。都别愣着了，介绍下自己，后面好称呼。我是黄成，你们叫我黄老板就行。靳周安，昵称九州客。你真的就地级？有点不信啊。刘雪，副本里叫我6月的雪就行。我周杰，昵称杰哥。他是……别叫我范潇了，现在叫范莎。我也改了，叫路人甲。你们俩至于这么谨慎吗？你们看，这周围全是枯草，有点怪啊。不会突然从这枯草里蹦出什么怪物吧？就你胆小，别自己吓自己。这望乡镇邪乎的很，好多 C 级玩家都折在这儿了。真的假的？那有攻略不？有钱买攻略的早去简单副本了，谁来这儿遭罪？望乡镇副本已开启。我们走，去镇子里。副本提示1：不要反抗你的父母。提示2：夜晚最好不要外出。提示3：每晚必须对你的弟弟讲一个睡前恐怖故事，争取吓哭他。弟弟，我们的亲人怎么会跑到副本里来？莫非是扮演诡异的亲人之类的？别打岔，系统正说着呢。对不起。副本任务1：存活7天。副本任务2：找到严可可的日记本。副本任务3：完成所有人的心愿，另外达成任意任务条件即可通关本次副本。这是一个存活类副本，这类副本难度相当大。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先回家吧，也不知道家里的父母会是什么。那不有个老妇人吗？也许知道点什么。老奶奶，我们是外面来的，来找一个叫严可可的人，您认识吗？那个老妇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你们看，她的腿是瘸的，而且舌头也被割断了。据望乡镇的情报来看，这里的镇长为了能够增加当地的人口数量，动用了某项政策。什么政策？不清楚。我在想，这些女性会不会都是人口买卖进这个镇子里来的？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些村子为了防止被拐卖的女人逃出去，就打断她们的腿，割掉她们的舌头。应该就是这样了。先这样吧，现在马上是夜晚了，我们应该各自回家了，先看看父母的情况。看来这个副本给我们每个人脑海中已经灌注了家在哪里的思维。回家之后情况允许的话，
就来这里会合，不允许，那就再看。我家在这边，看来要暂时分开了。这个是子母珠的紫珠，大家分一分，到时候就可以互相感应各自的位置方向了。这还真是帮了大忙了，谢了。按照脑中的印象，我的家应该在这里。兄弟，等等我！怎么，你的家也是在这里？啊，是啊。没想到我们两个的家居然在一起。嘿嘿，正好，我们两个一起，互相有个照应。你们两个还知道回来，专门盯着吃饭的时间往外跑，是想气死我吗？啊，阿姨，我们认识吗？小花，你还给我装傻充愣是吧？啊！既然老实的，不要反抗。你还敢躲？做得好，小翠，你可比你姐姐乖多了。嘿嘿，应该的。赶紧进来。这是怎么回事啊？游戏里的3条提示，明显是在暗示我们会以镇民家中一份子的身份融入这座小镇里。现在的状况很明显，我们的身份是这家人的女儿，你是姐姐小花，我是妹妹小翠。可是我们两个是男人啊！副本里一切皆有可能，先进去吧。怎么感觉那幅画像上的鬼在看我们？关门，开始。不要！我昨天刚被扎过了。瞧我这记性，那今天不扎你了，到你们了，过来。小花，你先过来。好。好，你的够了。再抽下去，我就要不行了。该你了。好，这么快就满了？够吗？要不要再来点？够了，够了。你还不快过来和我一起拜？这次再是个赔钱货，看老子不打死你！都怪你们两个不争气的东西，看我不打死你！哼，你个赔钱货！哼，没用的东西！打吧，反正你们累死也破解不了我这无尘之盾。再不反抗，别说做任务了，怕是会先死在这里。够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还不快走！这个试试看，现在能否使用出那种情绪魔法了？去！没有效果，消失了，是他主动消失的。还好没死，把这个喝了还有救。我没死。小花、小翠，还不快过来！五鬼大人用完餐了，该我们了。刚才李健受的攻击，应该就是忤逆父母的代价。但是刚才攻击那只怪物的时候，我的招式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放心吧，不会。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我们还要在这个副本里待7天。从之前的对话判断，这种祭拜仪式每天下午都有。